大家好呀，歡迎回到我的頻道。1個多月不見，大家還好嗎？這段時間我收到了很多關心的訊息，也看到了網絡上風風雨雨的各種新劇情。而就在我沉澱的這段時間裡，一件比戲劇還精彩的事情正在泰國上演。我們的老朋友陳老師和嚴東西在經歷了法庭認罪、官司纏身的風波後，不但沒有低調行事，反而穿上了一件象徵着榮譽與信賴的制服，搖身一變成了泰國旅遊警察。看到這個畫面的第一時間，我其實有點困惑。我心想，泰國的司法系統是不是有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更生人優先錄取的創新政策？今天我們不帶批判，只帶好奇，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場由泰國旅遊局指導、熱心導遊牽線、2位爭議網紅主演的異境現形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首先，我們需要釐清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陳老師和嚴東西參加的叫做旅遊警察義工計劃。這是一個利益良善的計劃，招募在泰國的外國人，利用他們的語言優勢協助遊客。用一個大家都能懂的比喻，這就像是醫院裡的志工，或者學校门口的導護媽媽。他們很熱心，也值得尊敬，但他們不是醫生，也不是老師。然而，在他們的影片中，這個義工的身份卻被巧妙地模糊了。我們不需要聽任何轉述，直接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然後呢，大家看我今天穿的這身這個衣服啊，對啊，我今天是作為這個泰國旅遊警察的這個身份啊，然後來到這個天燈節的這個現場。你看，這就是語言的藝術。透過刻意省略義工這2個字，他們成功地為自己披上了一層官方權威的外衣，讓許多不了解的觀眾真的以為他們擁有了某種執法權利。而在培訓結束後，這種自我定位就更加明確了。然後現在呢，我也就是泰國清邁的這個旅遊警察了。所以呢，這個泰國清邁的所有的就是旅遊的事情呢，大家就可以去問我啊。對，就是這個不管是社交平台啊、IG 啊，還是我們的油管啊，還是我們的抖音啊，還是我們的視頻號啊，還是我們的小紅書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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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有一切關於這個清邁旅遊方面的一些資訊啊，或者需要什麼幫助的，可以直接給我發信息了啊。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下次再見，阿峰哥也可以啊，拜拜拜拜拜拜。但問題是，當我們在談論信任與安全時，擔任這個角色的人背景應該是無可挑剔的，對嗎？那麼，讓我們來看看這次的2位模範義警究竟有着什麼樣的優秀履歷。我們先來說說以嚴東西和嚴長安等化名活躍於網絡的 Jeff。當我們檢視他在法庭上的行為時，為了確保討論的精準性，我們必須使用他的法定姓名玉春小先生。就在幾周前，玉春小先生才剛剛站在清邁的法庭上，當庭承認了2項罪名。目前，他是一位處於保釋期間，等待最終判決的準刑事犯。一個在法庭上認罪的玉春小先生，下午卻以嚴東西的身份跑到 YouTube 上，聲淚俱下地說自己是因為收到了死亡威脅才被迫認罪。這很有趣。在我的認知裡，如果你收到了死亡威脅，你應該是去警察局報案，而不是在網絡上寫小作文與粉絲取暖。畢竟，法庭和警察局應該是全泰國最能保護你的地方，不是嗎？接着，我們來看看另一位主角，陳老師。由於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涉及已公開的司法記錄，為了確保資訊的嚴謹，我們同樣有必要使用他的本名陳龍先生。相較於玉春小先生的未來式，陳龍先生的犯罪記錄是過去完成式。他在中國因為酒後縱火燒車而留下刑事案底，這是一個有公開報道、可供查證的事實。這也很有可能是為什麼他的精英簽證遲遲辦不下來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長期簽證對於申請者的背景審查都是非常嚴格的。當然，你還是可以找他辦理精英簽證，他還是需要生活費。雖然這件事聽起來很諷刺，
這並非是為了揭人瘡疤，而是因為當一個人要擔任帶有公信力的義警身份時，他的過往記錄就不再是個人問題，而是攸關公眾信任的資格問題。現在，一個連長期居留資格都可能因為案底而被拒的人，卻穿上了協助遊客、代表泰國門面的義警背心。我真的很好奇，泰國旅遊警察局的審核部門在進行背景調查時，是不是忘了開網路？今天學到的東西非常的多，非常的雜七八糟，真需要一段時間去好好複習和消化一下啊。對，是啊，一天的培訓內容確實很雜，但我想真正需要時間去消化的，可能不是培訓內容，而是公眾對於這兩位義警背景的重重疑慮。而更有趣的是，這兩位極具爭議性的人選是誰推薦的呢？據我們所知，是清邁的阿松導遊，他甚至還拉上了在當地備受敬重的清邁觀光協會副理事長李董事長，來為這件事增添幾分官方色彩。我們不禁要問，當李董事長點頭同意這項推薦時，他是否清楚了解這兩位網紅完整的履歷呢？還是他也被蒙在鼓裡了？畢竟一位是保釋中的準刑事犯，另一位是在中國有刑事案底的縱火犯，這兩位就組成了清邁中文旅遊義警的黃金陣容。而這背後真正的目的，究竟是為了服務遊客，還是為了打造一支可以用來攻擊對手的義警網紅軍？這個答案，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覺得，不過就是個義工，有必要這麼較真嗎？有，非常有必要。因為根據泰國旅遊警察義工的官方申請流程，所有申請人都必須提供由本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出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這是一道最基本的安全防線，用來確保義工隊伍的純潔性與可靠性。顯然，這道防線在這兩位身上被輕易地繞過了。是透過關係走了後門，還是審核單位根本性的失職？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個漏洞已經對泰國的旅遊形象造成了實質的傷害。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果你是一位獨自來泰國旅行的女性，你在街上遇到了困難，看到一位穿着旅遊警察背心的人，你是不是會油然升起一股安全感，覺得可以向他求助？但如果你知道這位向你微笑走來的人曾經因為縱火燒車而入獄，或者另一位剛剛才在法庭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那份安全感會不會瞬間變成恐懼？你會不會開始懷疑這件制服背後代表的究竟是守護還是潛在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在泰國冒充警察是一項刑事罪名，即便只是義工，如果言行舉止刻意誤導公眾，讓他人相信自己擁有執法權利，這就踩在了法律的紅線上。我個人不會去舉報，因為我相信泰國的司法系統有自己的判斷。但我絕不推崇這種利用資訊不對等來為自己營造虛假權威的行為。這對那些兢兢業業、真心付出的其他義警們公平嗎？這對把泰國當作安全旅遊目的地的全球遊客負責任嗎？陳老師還在威脅要告我，說我侵犯了他的隱私。可是，當一個人選擇成為一個公眾人物，甚至穿上代表公權力延伸的制服時，他的誠信和過往就不再是純粹的個人隱私，而是公眾有權檢視的資格證書。更何況，一個屢次洩露他人個資、病歷，甚至教唆粉絲去人肉搜索的人，卻回過頭來拿起隱私權的盾牌，這本身就是最諷刺的笑話。這場義警鬧劇給我們所有人上了一課，它告訴我們，善意可以被利用，信任可以被錯付，而一個小小的審核漏洞，就可能對一個國家的形象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我真心希望泰國的相關部門能夠重新審視旅遊義警的招募流程，這無關網絡恩怨，只關乎每一位遊客的安全和泰國得來不易的微笑國度美譽。至於那些想用提告來讓我閉嘴的人，我還是那句話，我等你。說了這麼多，其實我還是真心希望泰國的旅遊越來越好，畢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還是值得我們親自去體驗的，像是
恐怖漫畫大師伊藤潤二正在曼谷舉辦他的大型個展，叫做伊藤潤二恐怖體驗展。說實話，比起那些需要靠制服包裝的虛假人設，我可能更欣賞像富江那樣把慾望和危險都寫在臉上的辣妹，至少她壞得坦蕩，也美得真實。好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想法，也請記得按讚和訂閱。這只是我的固定台詞，為了讓你們的大腦記住我，請不用過度解讀。我們下支影片見。